垃圾龙国佬，世界杯没有你们的位置，给我提前回家吧，思密达！龙国队，他们唯一的悬念是会日输几个球。韦大雷，准备热身。教练，韦大雷有啥实力啊？欧洲混不下去，被赶回龙国罢了。范教练，你可不能自暴自弃啊！觉得赢不了就让个富二代上去镀金呐。下半场你上。下半场，龙国决定换上刚从欧洲回归的前锋韦大雷。世界杯，我来了。龙国这是认输了，让一个替补3年的混种上场。我听说过你，被巴黎一脚踹开的龙国废物，被阿维奇抬进欧冠混了个冠军。别管他，他就是个被媒体捧起来的垃圾龙国佬。好快！2比1 ，48秒，就运气球而已。好球，你比3年前更强了。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，龙国队扳平一球后，士气完全起来了。怎么可能？一个替补上场的球员，韦大雷在中场的掌控越来越从容，这脚感热得发烫。李康仁明显被打急了，主动要上来对位，这是要把面子找回来啊！后场蹲球，反击机会，韦大雷启动了。他提前3秒就跑了，他怎么知道球会到那儿？漂亮的进球，2比2，韦大雷梅开二度。别得意，进2个球算什么？我们海东队的体系不是你一个人能撼动的。裁判吹哨，比赛继续，时间还剩半个小时左右。海东队全力反扑，金刚在拿球远撤，世界波直奔死角陈卫国，飞身扑救，球砸横梁了，我的天，就差一点点，这反弹球会落到谁脚下？这一扑直接扑碎了海东队前锋的信心。他连防守都能预测，攻防一体，这就是韦大雷。这防守不仅救了球，更是向全世界宣告，韦大雷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。我来。这角度传中都难，还想射门？龙国小子，要不要我帮你祈祷一下？不传中，直接打。门将彻底被骗了，他的重心完全在远端。天啊，这球他拐进去了，这是怎样的一种旋转？任意球直接破门，韦大雷让2追3他做到。连见惯了大场面的雷诺斯也被这粒进球彻底征服了。你比3年前更恐怖了，还没完，这只是开始。那个韦大雷得想办法在去世界杯之前把他弄下来。这只是预选赛第1场，真正的好戏在世界杯。泽春剑人惯用内切节奏，太普诗人后插上的时机是第3.2秒。他们的体系越严密，跑位就越有规律。以前总说你毒，现在我信了，你不是毒，是别人跟不上你的步伐与节奏。你看，樱花那个嚣张的球员赛前公开叫板你。那个什么韦大雷，在龙国国内虐菜还行，真碰上我大樱花国，他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强度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他的强度能不能接住我的球。3年前的消极比赛，给我重启调查，在世界杯名单锁定前，一定要把他停赛。可是现在全国都盯着他，这时候怕什么？查无实据的调查也能把他拖死。只要他缺席预选赛收官战，我们就有理由说他状态与纪律存疑。看好了，第1脚圆月弯刀，第2脚贴地砍，第3脚外桥被逆谱。3脚射门，3个完全不同的角度，全是死角。落叶球，电梯球，5连射，5连中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能踢出来的定位球精度。全网都在骂你，你还有心思练这个？
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球踢在我们脚下。明天对樱花，把球踢进去，什么谣言都散了。用进球回应质疑，用实力击碎谣言，这就是龙国足球的脊梁。这就是龙国的踢球仙人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第19分钟，樱花队抓住左路空单完成破门，龙国队开场陷入被动。丢球了，樱花的传控体系确实太强了。樱花越依赖体系，跑位就越有规律，这规律会成为他们致命的弱点。漂亮的漏球，高远获得单刀机会。哎呀，连田日升回防太关键了，差一点就能扳平。原来如此，樱花队的阀门不在前场。知道，下半场让我去这里。后腰，那是你最不熟的位置。正因为没人想到，才管用。把唯一有威胁的球员放到后腰，这是自废武功吗？我们看到韦大雷居然回撤到了后腰位置，完全出乎意料的调整。龙国队这是要放弃进攻死守吗？快攻！韦大雷回撤后腰根本不是防守，是为了从最深的位置发动进攻。这球太漂亮了，扳平比分，球进了，比分扳平。韦大雷的战术完全打透了樱花队的防线。八嘎守门见人，这么明显的球都拦不住，要是再拦不住，回国给我切不切罪啊，混蛋！逼抢之内，你很强，可惜你想不到体系之外。下一次断球，你往前冲，别回头。明白。绝杀！龙国队绝杀樱花队，从断球到助攻再到绝杀，一气呵成，这就是韦大雷。爸，混蛋球员，气成这样还有脸回国？谢不谢罪？谢不谢罪？足协有人在背后运作，想以纪律问题为由，把你从世界杯最终大名单里划掉。王启明，你早知道。3年前，我拒绝让他儿子代替我打前锋，他让我做了3年替补，他不可能甘心。但现在，没想到韦大雷是这样的人，踢假菜。是啊，球品垃圾的一批，这种人怎么可以代表龙国参加世界杯？我手里有3年前那场比赛的完整录像和原始数据。那场球你跑动距离全场第一，创造机会全场第一。所谓消极比赛，是有人剪掉了你拼到抽筋被换下的镜头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3年前，我是第一个写文章骂你独狼的记者。我欠你一个真相。全网都在骂你，你还有心思练这个？队长在别人身上，球踢在我们脚下，把球踢进去，什么谣言都散了。我们全队联名作证。是啊，那场球我们都在，韦大雷是怎么拼的，我们最清楚。足球场上的事用足球解决。下一场打袋鼠国，我们赢球赢得越漂亮，谣言就越站不住地。
各位观众，亚洲区预选赛最终战正式打响。袋鼠国队一上来就高举高打，身体对抗上龙国队非常吃亏。身体对抗太吃亏了，这正是龙国队多年来冲不出去的老毛病。但今天，我们有伟大雷，伟大雷开始提速了，完全不跟对手做身体纠缠，连续一脚出球，撞墙配合，袋鼠国的防线被调动了，漂亮的直塞，高远反越位成功，推射远角，球进了，以快制慢，以巧破力，伟大雷找到了破解袋鼠国的钥匙，不跟你拼身体，我跟你拼脑子和速度。漂亮的过人，40米长传，穿透了，替补前锋插上了。第89分钟，袋鼠国角球连门将都上来了，全场都压上了。头球，陈卫国扑出去了，还有补射，门线解围，伟大雷他站在了门线上。2比1，龙国队时隔24年再一次冲出亚洲，挺进2026世界杯正赛。伟大雷就是我们龙国的希望。我执教30年，4次冲击世界杯失败，终于看见了希望。伟大雷，龙国有你，真是了不起！踢进世界杯并不是我的目标，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。我要捧起那座奖杯，将它留在祖国。我们尊重每一个对手，我们的目标是小组第一。我们尊重每一个对手，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冠军。对手很强，强到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。但我想问你们一句，我们来世界杯是来重在参与的吗？我研究了这3支球队的所有录像，战车国队体系严密，但小福和穆斯亚拉之间的换位有迹可循。三狮队球星璀璨，但中场转换偏慢。凯皇回撤拿球时身后是空当。风声队身体强壮，可范戴的转身速度是他们整条后防线的命门。他们看不起我们，那就在球场上让他们闭嘴！干了！紧张吗？第一个对手就是战车国。3年前，我以为我的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。现在，我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，我没有资格紧张，我只有一件事要做：赢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世界杯 D 组首轮的焦点战正式开打，龙国队迎战世界顶级强队战车国队，这注定是一场硬仗。海东国、樱花国，亚洲区的鱼腩霸，今天他们碰上的是战车国，真正的世界级。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那个被吹上天的伟大雷，今晚连球都摸不热，龙国队会输3比3。开场之后，战车国队立刻掌握了场上主动，他们的中场传切太熟练了，穆斯拉和小福的换位让龙国队的防守很难跟上。龙国队现在完全被压在了半场，球权根本拿不下来，这样下去防守压力会越来越大。第9分钟，危险！小博的直塞，穆斯亚拉禁区内低射，他美国神扑将球拒之门外。第14分钟，角球机会，头球攻门打在立柱上，还有补射，又差一点。战车国队连续制造威胁，龙国队的球门风雨飘摇。第26分钟，战车国队又一次在中场组织进攻，还是熟悉的传切配合，他们这一套路已经用了好几次了。断下来了，伟大雷精准的预判抢断，他抓住了对手的传球习惯，看龙国队根本碰不到。我的天，转身直接长传，40米的过顶长传，太敢传了，高远插上了，单刀了，高远面对门将推射空门，球在滚，后卫在追，这球能不能进？
韦大雷一记手术刀般的长传，龙国队领先战车国，这是世界杯历史性的一刻。偷袭，运气好罢了，战车国马上就会扳回来。战车国队大举压上，他们无法接受在小组赛被龙国队先破门的局面，要立刻还以音色。看见没？战车国扳平只是时间问题，运气球护不了多久。龙国队断球了，反击机会，韦大雷在中圈拿球，脚下轻盈游般流畅，走出身侧瞬间强飞。球弹出来了，韦大雷跟进，凌空打门。皮球击中立柱弹出，禁区里乱作一团，双方球员都在抢这个落点。2-0，韦雷独到2球，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雷诺斯先生，您赛前说他连球都摸不热。比赛还没结束。战车国队被打醒了，全线压上，他们要在最后10分钟发起总攻。角球，混战中头球破门，战车国扳回一个，2-1，比赛悬念又回来了。我就说吧，战车国的底蕴岂是龙国队能撼动的？任意球直接攻门，陈卫国神扑，把球拖出了横梁，这球太关键了。最后一攻了，战车国连门将都上来了，传中进去，禁区里全是人。中场哨响，比赛结束了，2-1，龙国队赢了，他们击败了战车国，世界杯首战告捷。我承认我错了，那个球员，这只是世界级的第一才。上一场是战车国轻敌，三鹰队可是我的祖国，30军团星光熠熠，会让那个龙国小子原形毕露。我赌龙国队这次连一个球都进不了。三狮队开场就牢牢掌控节奏，右路卡萨，中场凯皇后插上的贝林3线齐发，龙国队防线承受着巨大压力。又一次威胁进攻，凯皇的头球差之毫厘。三鹰队的进攻太强了，单兵能力碾压全场。看吧，这就是差距。机会来了，他断球，他精准抓住了对手的中场空档，快速反击，一条龙冲起来了，过掉一人，假设真扣，晃开后卫，打门！韦大雷，又是韦大雷，他抓住了三鹰队的命门。卡卡破门，三鹰队再度领先，龙国队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上。他们越紧，破绽越大。前场任意球，韦大雷助跑，
他没有打门，他选择了横拨，这是什么战术？这记任意球思路完全跳出常规，不攻门，而是手术刀式地面涮透。球进了，2-2，龙国队再度扳平。韦大雷，又是韦大雷，他连任意球都能玩出花来，他把三生队的人墙当成了战术道具。这个想象力确实超出了常规。直塞穿透性拉满，可是门将就讲究状态拉满。卡萨这脚门差之里还完成反超。70米长途回追，进攻球员化身防守铁壁，这次铲断堪称教科书级别。最后进攻机会，韦大雷一声声在防线中拉扯出巨大后防线。这个判罚可能直接决定龙国队能否登顶死亡之组。这下韦大雷也回天乏术了吧？不可思议，一支亚洲球队竟在死亡之组领跑。我收回赛前的话，你是我遇到过最难缠的对手。三鹰队的球星比我想象的还强，但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。我得承认，这个龙国球员配得上世界级3个字。别高兴太早，最后一轮对封边队，输球我们可能就出不了线，而且你的脚踝有轻微扭伤，这场绝对不能上。这种比赛，我怎么能在场下看？带伤上阵，逞英雄罢了。锋战队的身体那么强壮，会把这个瘸腿的龙国希望直接撞回更衣室。我赌他撑不过半场。世界杯 D 组最一轮生死战正式打响，锋战队必须全取3分才能晋级。锋战队今天主打高举高大，身体对抗强度拉满。龙国队后防线将面临严峻考验。角球开出，范戴头球攻门，陈卫国神扑太惊险了。克波强行突破，倒三角回传推射，哎呀，擦着立柱偏出。龙国队门前已经风声震溢。瘸子，趁早回家去吧。他减少了个人突破，开始用传球调度全队，脚法太精准了，锋将队的身体优势根本碰不到球。13好球，高远单刀了，回射啊，擦柱而出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。对了，就打他身后。下半场风珠队攻势更猛了，克博远射被扑，角球机会，头球又顶高了。龙国队门前险象环生，能不能顶住这波攻势？哎，这球对方踩人了，正好踩在韦大雷的伤脚上，他倒在地上了，这一下太狠了。裁判会怎么判？没问题，他居然没下去。韦大雷减少了个人盘带，完全用传球在主导比赛。这脚传球太具想象力了，直接打穿了对方整条防线。右路传中被解围出来，禁区弧顶，韦大雷拿到了球，防守球员扑上去了。韦大雷
再上破门，以及4两拨千斤的推射，还从挑衅者的裆下穿过。他几乎是用一条腿撬开了锋线队的大门。最后时刻，风国队全线压上，范戴的头球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点，龙国队逃过一劫。第93分钟，门线解围，又是他，他拖着伤腿站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。韧带轻微撕裂，淘汰赛是单场决胜，强行出阵有加重的风险。带着撕裂的韧带去打卫冕冠军，这下连奇迹都救不了龙国队了。斗牛的传控会把他们溜得头晕眼花，我赌他们半场就崩盘。那个瘸腿龙国小子能碰到几次球都是问题。没有你，我们打不过斗牛。可有你，你的脚……放心，淘汰赛我一定上。深夜的训练基地只剩半场灯光，我开启了独自加练。单脚颠球是我在最小负荷下找回球感的方式。你不要命了？3年的等待，就是为了世界杯这样的舞台。斗牛再强，我也不会退。终于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对手了。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把他踢回家。上白脚任意球连发，他在绷带的束缚下反复打磨脚法，每一次出球都在试探脚踝的极限。感觉不行，立刻示意，我马上换你下来。裁判哨响，本场比赛正式开始。身穿红色球衣的是龙国队，蓝色球衣的是斗牛队。斗牛队的传控果然名不虚传，开场就完全掌控了中场节奏。龙国队现在踢得很被动，很难组织起有效进攻。压马内切打门，差一点，这脚球质量非常高，擦着横梁出去了，非常惊险。又是一次险情，佩里的直塞太刁钻了，好在陈卫国反应神速，将球扑出。角球机会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传控的艺术。龙国队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漂亮的预判，韦大雷断球了。反击机会，这名球员的直塞。高远单刀赴会，拔脚怒射，神扑啊！斗牛门将立下奇功，绝佳的单刀机会没能把握住，龙国球迷一片叹息。亚马拿球了，右路连续晃动，球进了，世界级的进球！亚马凭借个人能力撕开防线，斗牛队取得领先。完了，龙国队这下彻底没戏了，亚马一个人就够了。该我了。龙国队反击，中场拿球的是韦大雷。40米远射，韦大雷直接打门了。这叫惊世骇俗的射门，能不能洞穿斗牛士的城门？打门，门将碰到了，这球要悬。球砸在横梁上，弹在了门线上，这球进没进？我的天，这球是从哪儿射的？40米开外，他用一记世界炮回应了对手，这是天才之间的对话。这已经不是足球能解释的了。任意球，韦大雷直接打门，差一点儿，太可惜了。回头斗牛队反击，亚马单刀了，陈卫国漂亮关键封堵。
不好，赔礼直塞，亚马进去了，单刀，韦大雷是韦大雷，他追回来了，用身体挡住了射门，我的天，他是拖着伤腿在跑啊！把球交给陈卫国，把信任交给我。双方站在点球大的决胜线上，全球全民的心。前4轮战罢，3比3平，两队门将都拿出了世界级表现。第5轮将直接决定晋级归。他习惯打右下角，射门扑出去了。陈卫国他扑出了亚马的点球，龙国队拿到赛点。不会吧？他真要在点球大战里把卫冕冠军淘汰出局？勺子点球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，这是何等的心脏！韦大雷，他真的封神了！去吧，替我走得更远。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颗心脏。斗牛那场是阴沟翻船，可桑巴是桑巴，还是3代传奇同堂的桑巴。我以我的职业生涯担保，龙国队会被桑巴军团踢出一个2位数的比分，那个龙国的希望会被彻底打回原形。这是要让我们见证历史吗？能和桑巴的魂魄过招，这辈子值了。比赛正式开球，桑巴队率先掌控球权，让我们看看这支3代同狼的传奇之师会拿出怎样的表现。小罗中场拿球，经典牛尾巴过人，太漂亮了！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桑巴足球艺术。马少禁区连续踩班车，起脚射门，陈卫国神扑，龙国队硬生生守住了这波致命攻势。第19分钟，大罗禁区背身转身过人，推射破门，1比0，桑巴队取得领先。这就是外星人的统治力。比赛来到第28分钟，桑巴队完全掌控了场上节奏，龙国队的防线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。第36分钟，小罗再次拿球，他又要开始表演了吗？哈哈哈哈，有点东西。漂亮的抢断，韦大雷抓住了机会，龙国队的反击机会来了。脚后跟磕球转身，太漂亮了，韦大雷杀进禁区了。顶住！俯身被挡，横梁！我的天哪！龙国队连续3脚攻门，全部被拒之门外。桑巴的防守也不是吃素的，看来得来点不一样的。观众朋友们，龙国队拿到了一个位置极偏的前场任意球，这个角度几乎不可能选择直接打门，所有人都觉得这球一定会传中。桑巴队的人墙已经把近角完全封死了。他助跑了，打门！这个角度也能进，韦大雷他在桑巴军团面前也踢出了魔术般的进球。桑巴军团的配合太华丽了，陈卫国关键扑救，韦大雷还以颜色，这脚任意球差之毫厘，击中横梁。马上连续过人之后的世界波太精彩了。
桑巴队再次将比分超出。他们是传奇，但传奇是用来超越的。今晚就让全世界看看，我们龙国队配得上这个舞台。第74分钟，韦大雷中圈拿球，他面前是桑巴军团的整条防线，他要怎么做？油炸蛮过掉马少，马赛回旋，天哪，是牛尾巴！他用小罗的招牌动作过掉了小罗本人。这不可能！一个亚洲人怎么会踢出比桑巴还桑巴的足球？突入禁区了，门将出击，脚后跟妙传。是高远，高远完全空了。这是足球的传承，这位球员用传奇般的招牌动作致敬传奇，又扳平了比分，这是怎样的天才？第88分钟，前场任意球，小罗站到了球前，这几乎是绝杀的机会。落叶球。陈伟国扑出去了，神扑，世界级的扑救！绝杀桑巴！龙国队3比2淘汰桑巴军团，我们淘汰了3代桑巴传奇组成的梦之军。我收回我用职业生涯做的担保，这个韦大雷是100年一遇的天才。足球的未来交给你了，把我们没拿到的，替这个时代拿回来。技术流被他破了，可速度是物理层面的碾压，他快得像一道闪电。我倒要看看那个龙国小伙子怎么用脑子追上时速30公里的冲刺。龙国队踢得很好，韦大雷是了不起的球员，但速度是无法防守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们不跟他比速度。漂亮！教科书般的角球战术，韦大雷用一记灵光创现的凌空电射撕开了雄鸡国的大门。用脑子破解了速度。
机会，巴佩反越阵了，这速度太恐怖了，后卫根本追不上，单刀了。右路又被打穿了，传中到后点，头球。哎呀，差了一点点，击中横梁，龙国队逃过一劫。扑救漂亮，球落到了韦大雷脚下，反击的机会。韦大雷自己带了，长途奔袭，巴佩在追不上，韦大雷的节奏太妖了。韦大雷会射门还是会传球？这次孤身反击将彻底决定这场8强大战的走向。合围了，3个人，脚后跟，我的天，这球太写意了。妙到毫巅，韦大雷先是吸引了3名后卫，再用一次助攻和补射的双重威胁，撕碎了雄鸡国的防线。这不是速度的胜利，这是智慧对足球最极致的解读。全线压上，雄鸡国疯了，全员都压上来了。龙国队全线退守，能不能顶住？巴佩爆射，神扑，陈卫国，太关键了。门线就捡，韦大雷，他站在了门线上，这是必进球啊！这道生死攸关的最后防线，钢铁般的龙国队能守住吗？最后一攻了，登贝莱右路突破，传中，贴地斩，堵枪眼，韦大雷2比1，龙国队力克雄鸡国，挺进4强。我曾无数次唱准他，但现在我愿意为这个东方天才献上我全部的敬意。你说的对，速度不是一切。你是我职业生涯遇到过最聪明的对手。雄鸡国队的速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能赢是全队拼出来的。4强的对手是上届世界杯冠军，是无数人心中的足球之神领衔的梅西、迪马。合围了，3个人，脚后跟，我的天，这球太写意了。妙到毫巅，韦大雷先是吸引了3名后卫，再用一次助攻和补射的双重威胁，撕碎了雄鸡国的防线。这不是速度的胜利，这是智慧对足球最极致的解读。全线压上，雄鸡国疯了，全员都压上来了。龙国队全线退守，能不能顶住？巴佩爆射，神扑，陈卫国，太关键了。门线就捡，韦大雷，他站在了门线上，这是必进球啊！这道生死攸关的最后防线，钢铁般的龙国队能守住吗？技术、速度、智慧，他都破解过。可梅西是足球之神，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。我认为，龙国队的童话会在今晚醒来。中场直塞，梅西
这球传的太妖了，穿过了3个人，一马单刀了。梅 C 的传球，这就是足球之神的视野。这球恐怕全世界只有他能传出来。原来，这就是足球之神看到的世界。他又要传球，被挡住了。他提前预判到了。两位顶级大脑的对决才刚刚开始，这场半决赛注定是一场智慧与智慧的终极碰撞。连续2次，韦大雷连续2次预判破坏了梅 C 的传球，这位足球之神终于要动真格了。第38分钟，梅 C 持球杀到禁区前沿，防守队员上去了，晃开了，2名防守全被晃开，梅 C 起脚打门，要进了吗？这期世界波！差一点儿。第43分钟，龙国队断球了，反击的机会，所有人都盯着左路，韦大雷他要扑进去了，边锋杀进禁区了，横传门前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门将世界级扑救。比分依然是0比1，但龙国队的气势已经完全打出来了。第58分钟，梅 C 拿球了，标志性的内切要来了。下半场刚开场10分钟，主一做出了一个让全场哗然的决定，他竟然主动顶了上去，他要亲自顶罚主权2，这是彻头彻尾的赌博2，体能消耗是噩梦级的，只要半步走错就是单刀空门。你很特别。竟然真的把梅 C 防住了，断下来了，龙国队断球了，反击的号角吹响了。杀入禁区了，面对门将韦大雷起脚了。进了！韦大雷，他用左脚，他用整夜苦练的左脚攻破了大门。比分定格在1比1，比赛彻底进入了最焦结的阶段。这已经不是11人的对决，更像是2位球场大脑的1对1博弈，互相阅读，互相破解。这位年轻球员能预测对手的每一步，对手也能看穿这位年轻球员的每一次组织。第67分钟，梅 C 动了，他要拿出真本事了。梅 C 过掉了韦大雷，他用韦大雷的方式骗过了韦大雷，这是足球之神的回敬。杀进禁区了，梅 C 起脚抽射。原来还可以这样。轮韦大雷了，刚学到的招数，他当场就要还回去。脚后跟妙传，太绝了，高远单刀了，直面门将，击中立柱，天哪，还有机会补射。
被挡出来了。潘帕斯后卫舍身独眼功，比赛精神对联扣血的黄豆已经拼到油尽灯枯，1-1的比分一直僵持到了第88分钟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进加时的时候，犯规，潘帕斯获得前场任意球，哨响，助跑打门。完美的弧线，绝对的死角陈卫国。神扑，世纪神扑，他把超级身手的必进球扑出来了。整届赛事的奇迹还在延续，他扑出来了，他把梅西的任意球扑出来了。90分钟战罢，比分定格在1-1。这场神仙打架的半决赛被拖入了加时赛。加时赛，双方都已经拼到了油尽灯枯，球员的腿像灌了铅，每一步都在透支身体，但没人敢退，赢的人就能踏进决赛。第98分钟，梅西的直塞太妙了！第105分钟，龙国队反击，韦大雷突进，犯规，战术犯规，前场任意球，位置俱佳。全场又一次屏住了呼吸，这是两位大师的隔空较量。加时赛下半场，体能彻底见底了，所有人都在咬牙死扛，谁都不想把命运交给点球大赛。第118分钟，最后的时刻，龙国队后场长传，这可能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攻。韦大雷启动了，他要一个人冲开所有防线。第118分钟，韦大雷拿球了，龙国队最后的进攻机会，他冲起来了。油炸丸子太漂亮了，过掉了后腰，还在带，拉球变向，又过一个，梅西回追了，差一点儿，没够到，韦大雷还在往前冲，杀到禁区了，两个人堵上去了，他要射门了吗？脚后跟传球传脏了，是高远，机会，打门！球进了，球进了！绝杀！这是绝杀！决赛，龙国队闯进了世界杯决赛。决赛，我们击败了5美棍卫冕冠军潘帕斯，击败了梅西，这是奇迹，这是属于龙国足球的奇迹。我想，我正在见证一个新王朝的诞生。接下来，去把那座奖杯拿回家。闯进世界杯决赛，所有粉丝都沸腾了。水果棍由 C 罗领衔，韦大雷先后挑战2位传奇，王启明被正式立案调查，黯然落马。你一点都不意外吗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从斯罗手中夺下大力神杯。防守反击，注意压上节奏，盯死 C 罗的禁区强点。
韦大雷是我见过最好的年轻人，但西罗的最后一舞，那份渴望，足以掀翻一切。祝你好运，彼此。水果牙主打高效的攻防转换，必费一记40米精准长传，卡塞罗左路反越位成功，下底传中。C 罗头球，陈卫国奋力飞扑，太惊险了，龙国队逃过一劫。还记得我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吗？海东国、斗鸟、阿西、雄鸡国、雄鹰，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落后1个球算什么？韦大雷插上赢球，球进了！世界波，绝对的世界波！这就是韦大雷在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。他用一记世界波回应了 C， 这是属于他的舞台。真有意思。比分扳平之后，两队彻底放开了手脚，这是一场属于两代球星的正面交锋。韦大雷的预判太精准了，他仿佛能看穿对手的所有跑位。长传精准指导，高远单刀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门将。水果西亚前场任意球，C罗来主罚，这个距离完全在他的射程之内。电梯球 ，C 罗的标志性电梯球，差了一点点。横梁拯救了龙国队。下半场打到70分钟，C罗的体能确实出现了下滑，但他的威胁丝毫没减。禁区里的嗅觉太可怕了。来了，8号球员直塞，球员反越位，单刀机会，门将出击了，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。C罗，他很冷静。推射，球路刁钻，飞向远角。韦大雷回追滑铲，我的天，70米的回追，这球硬生生被他破坏了。很好 ，C 罗这是认可了，这一防直接打服了传奇。门将神扑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。禁区里一片混战，球被解围出去。第82分钟，水果鸡队全线压上搏命了，C罗必费轮番策动，攻势一波猛过一波。龙国队全员退守，连韦大雷都回到了后场。现在他就是球队最后的清道夫。卡塞罗远射，势大力沉，陈卫国神扑拖出了横梁，太险了！角球开出来，C罗起跳了，
又是他的制定头筹。韦大雷抢先解围，这预判太准了。断球了，龙国队的机会，韦大雷拿球，水果园后场空了，韦大雷启动了长途奔袭，这一球很有可能决定冠军局数。节奏变化太妖了，两个后卫全被火开了，过掉门将了，挑射打在横梁上，差了一点点，太可惜了。还有机会，高远补射，门线解围，水果敌队死里逃生。90分钟战罢，比分定格在1比1。这场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要进入加时赛了。双方都拼到极限了 ，C 罗双腿已经发沉，韦大雷的脚踝也早有伤在身，但谁都不肯退。这已经不只是技术的比拼，更是意志的对决。加时赛上半场开始了，两边都收得很稳，不敢有丝毫大意，但机会永远藏在细节里。第98分钟 ，C 罗禁区内转身了，抽射，擦着立柱出去了，太悬了。轮到龙国队，韦大雷直塞太漂亮了，高远单刀定射，门将神扑，又是一次极限扑救。加时赛下半场，体能真的见底了。再这么僵持下去，恐怕就要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了。韦大雷开始更多的拿球了，他在用传球一点点消耗对手的体能。第116分钟，龙国队断球了，水果达全队压上，身后空当太大了。韦大雷拿球了。他眼里有光，这一次进攻很可能决定大力神杯的归属。启动了，韦大雷，他冲起来了，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。第116分钟，拿球了，他要自己来，这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次进攻。油炸丸子过了一个，马赛回旋又过一个。我的天！他一个人撕开了整条防线。封堵角度完美。假射真传，他选择了拖射。球进了！龙国队绝杀水果虾，我们要夺冠了！韦大雷，这是属于韦大雷的封王一击，属于龙国足球的世界之巅。中场哨响，比赛结束了，2比1，全场比赛结束了。2050年世界杯决赛的哨音在这一刻永久定格。30年的等待，5届世界杯的征程，范指导他做到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想很多屏幕前的人和我一样，喉咙发紧，眼眶发热。我们等这一天等的实在太久了。从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，到今天亲手捧起这座金杯，我们走过了将近100年的漫漫长路。今天，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响，所有的等待都化作了荣光。恭喜你，这座奖杯我追了一辈子，终究无缘。但我很高兴，它属于一个真正配得上它的人。去吧，孩子，世界是你们的了。
谢谢你，我的偶像，你教会了我什么叫永不言弃。颁奖仪式正式开始，属于冠军的时刻来了！大力神杯就在眼前，他接过了这座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奖杯。3年雪藏，3年沉寂，所有的磨难都在这一刻化作荣耀。中场哨响，世界杯冠军属于龙国。金色彩带从天而降，这一刻，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。冠军，我们是世界冠军！看台上，红色的海洋在翻涌，这是属于所有龙国球迷的夜晚。韦大雷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像做梦。3年前我坐在巴黎的替补席上，连大名单都进不了。那时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能站在世界杯的球场上，就值了。没想到，不仅站上来了，还把他抱回家了。我从事足球解说30年，见过无数天才崛起又陨落，但韦大雷的故事我见过最传奇的一个。从被雪藏3年的替补到世界杯冠军、金球奖最有力的争夺者，他只用了半年。明年的金球奖是你的。不，金球奖只是开始，我的目标是让龙国足球真正站在世界之巅。夺冠消息传回国内，整个龙国彻底沸腾，大街小巷，所有人都在为这支国家队欢呼。舱门打开了，欢呼声响彻整个海之蓝。韦大雷，韦大雷，龙国队冠军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拼了命要守护的东西。画得真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雨，我长大了也要踢世界杯，也要拿冠军。那你要好好练球，等你长大，我们在世界杯赛场上见。原来这座奖杯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，它属于每一个为龙国足球奋斗过的人，属于每一个还在坚持梦想的孩子。我就知道你总得回来看看这片场子。张指导，您怎么猜到我会来？你小子庆功宴都坐不住，肯定要绕回来一趟。可远端那副球门，还是当年你对着练任意球的那副。那时候您总罚我对着门柱踢，说踢中100次才能回家。我那时候还偷偷躲在树后面骂您心狠。那时候我就跟人说，这孩子眼里有股劲儿，早晚能踢出去，就是做梦也没敢想。韦大雷哥哥，我以后也能去踢世界杯吗？当然能，不过要记住，踢球不是为了成为谁，是因为你真的爱它。只要你肯每天对着球门踢100次，肯跑到跑不动还想再跑一步，总有一天你能站到比我更高的地方。拿了世界冠军，还能记得起步的地方，不容易。他从来没忘过自己为什么踢球。外面的世界大，诱惑也多，但只要别忘了这片土场子，别忘了踢球的本心，就走不歪。我记着的，张指导。我曾以为把大力神杯带回来就是我踢球的终点，可今天我才明白，那只是开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不算什么，能让更多孩子有地方踢球，有梦可追，才是更重要的事。
韦大雷你好，请问世界杯夺冠后，你的身价暴涨，商业价值更是登顶亚洲第一，对此你有什么感受？身价什么的都是外界给的评价，对我来说，我还是那个踢球的韦大雷，足球才是我的本职工作，其他的都是附加品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会回国踢球吗？还是继续留在欧洲？很多球迷都很关心这个。我会留在国内。留在国内？为什么？以你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在欧洲顶级联赛踢球，甚至拿金球奖。留在国内的话，龙国足球不能只有一个韦大雷。我一个人拿世界杯，只是一个奇迹。但如果有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热爱足球的孩子能因为我而走上球场，那龙国足球的未来才真正有希望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留在国内可能会让你失去很多，金球奖、世界足球先生这些荣誉可能就跟你没关系了。金球奖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那是足球运动员的最高荣誉。可对我来说，有比金球奖更重要的事。你还记得那个在机场遇到的小男孩吗？他说他长大了也要踢世界杯。如果因为我能让1万个、10万个这样的孩子爱上足球，那比我拿10个金球奖都更有意义。有人说他傻，放着欧洲的大好前途不要，回国踢低级别的联赛；也有人说他伟大，说他是龙国足球的救世主。韦大雷都不在乎，他只知道自己选的路，要一步步走下去。重心压低，对，再低一点。盘带的时候，眼睛要抬头看场上，不要只盯着球。没事。脚内侧出球，对，这样掷球更稳。来，再试一次。韦大雷哥哥，我做到了！做得好，继续加油，以后你肯定比我强。1年前我们拿世界杯的时候，我以为那就是巅峰了，现在才知道，那只是开始。是啊，有大雷在，龙国足球的未来就有希望。后悔吗？放弃了欧洲的舞台，放弃了金球奖。后悔什么？你看这些孩子，他们眼里的光比任何奖杯就都亮。世界杯冠军是我一个人的梦想，可让龙国足球真正崛起，是一代人的梦想。我愿意做那个铺路的人。韦大雷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拿世界杯冠军啊？很快，等你们长大，就能拿了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没事。世界杯的故事结束了，但龙国足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